那今天的课题呢是光影对于角色的不同的材质啊、衣服的褶皱啊等等的体现。那么我就借这个机会，我看到小健问说，我也开实体班了吗？已经开了有一段时间了。好，那么我今天呢就画一个先画一个素描稿给大家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抛开颜色，我们只看光影的话，这个图如何来打一个光在为这个画面，同时呢这个光怎么样很好的来体现，通过这个光影来体现不同的材质，然后体现这个角色的一些气质。好，那么废话不多，我就赶紧开始画吧。我想画一张同人作品，看看大家认不认识是什么角色。我得先找一张这个角色的图来参考。哪能看到它的那个设定，这种完整的设定？叫什么名字？这个，这5个字，我打了呀啊！这大家的设定。好，大家稍等一下，我找一下这个刚刚那个差不多了，它的这个造型是什么样子？因为一些细节我还不是很记得住，正常常态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角色？也是学生的要求，因为有蛮多同学喜欢这个角色，才画的这个角色。我先找到它的设定图。象形状，不动大美。那我课堂上一张我让学生去找那个图了，那我就先画吧，我先画，然后等那个细节图来了，我再来参考，好吧？不能让大家等太久。好，既然是光影的话，那么我们可以用简单的黑白分块的方法来画。好，首先我确定它人体的比例。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系列课程一开始讲人体的时候，对吧？我怎么讲的？画人体怎么样画好？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把它的这几个头、胸和胯这3个大的体块，对吧？给它分出来。好，我们先把人体先定好，对吧？好，有的同学已经猜到了，大家表瞬间就猜出来了。
为什么我只画一个人体就有人可以猜得到呢？然后猜健身。好，我就画一个它标准常态好了。高清大图好爽啊！因为我也不想受其他的限制，所以我只要一张普通的这种例会就可以了。就是发现了一段，因为它没有灵活。有的人表示要画成双马尾，我觉得画设定还是要画同人还是要原汁原味比较好。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只要先把人体大概的给它画好，然后第二步我们就开始调整它，来细节化这个角色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这第一步，对吧？我们第二步呢，勾出它的这个线。好，我把它调得很浅，然后呢，来清理出它的这个线稿。本设定图由魔豆画室倾情赠送。好，这个是主题。这个地中海吗？我可以满足大家的。好，神奇。从预告到这个地方，这篇一般西方嘛，现在是什么？比如说这次肯定他赢，好，我们看啊，一般来说日系的角色我们都会使用线稿来画，对吧？那这次呢，我打算用块面来起稿，也配合之前课程的这个主题，对吧？也用块面的话，也能更好的来诠释出这个角色的光影。那么所谓的用色块起稿呢，就是亮面，比如说这块铠甲的亮面呢，我就用后面的这个蓝色的这个泡泡袖的部分把它衬出来，而不是用线稿把它框出来。就每一个亮面和暗面或者灰面之间，它尽量不要用线稿来区分，而是直接用色块来体现。而且一开始不要看到细节，不要看到这胸甲里面到底有哪一些分块什么，一开始不要这样去思考。一开始的话呢，我们尽量只看大的形啊，不要看到小的地方。
哎，行，那还是先拿个彩彩。还没有画裙子，这还没画完，那不要急啊。我知道大家都喜欢长的，谁会喜欢短的呢？对吧？好，那我们都用色块互相的切，来切出这个角色，让它飘动一些，飘起来一些。然后某些同学怂恿我画胸柜很多次，对吧？那我只能下次画了，很遗憾，这次又是画妹子。好，中间呢有一块布，对吧？它不是一片甲，紫色的这一部分呢，它是一片布料。布料的话呢，我们就要把它画的飘动，不要很死板的拖在下面，对吧？就看起来会比较呆。大家放心了，对吧？这次不是胸柜，对吧？这次是纯正的妹子。因为与其画原创的角色，虽然大家也会看，但是不如画同人来的比较有爱。对。一开始的笔触呢，尽量画潇洒一些，然后下面是裙子。那层次与层次之间，对吧？我们用一些微弱的色块的明度上的不同来把它分出来啊。好，这边的布是一块暗布，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把它画成一个亮色，对吧？而不考虑它的投影。然后这边刚好这块布的亮面呢，我这边就用一个相对来说暗一些的颜色把它衬出来，这很重要。好，整个图画到这里呢，我想把它再缩小一下，我新建一层，把它画全，画完整。那铠甲和铠甲之间呢，它是靠这个铆钉相连接的，所以可以让它稍微翻起来一些，也可以。把透视矫正一下啊！一开始千万不要拘泥到细节里面去。
整个头身的比例呢，我想让它画的上身再小一点。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讲课的时候讲过，画女性的时候呢，上身要画的小，然后下身呢画的稍微长一点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呢，头可以画的稍微大一点点，不然的话显得特别的御姐，不好看，不适合这个角色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些细节往里面做一做了。现在只是起大稿，后期呢，这些金属、布料等等，头发、皮肤这些质感，我们仅仅通过黑白也要把它区分出来。好，逐步的把这些细节呢做进去。画到这胸甲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要怎么样？要知道它的这条中线，对吧？是什么样子的，然后才能把它画好。最后会教大家几种常用的打光的技巧，都用在这一张画上。好，人体结构方面问题呢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因为之前的课都已经讲过了。主要是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光影，对吧？怎么样去判断它？好，然后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刚刚讲过，就所有的颜色边缘亮的和暗的一定要互相衬托，所以说整个背景呢，我们要给它一个颜色。好的，站姿呢稍微调有一点点透视的角度，画的稍微强一点。
方法很简单，对吧？我就背景的话，我把下面做的亮一些。然后呢，角色的话呢，下面要做的暗一些，这样就可以反衬出这个角色。好，下面我们要把这个脸先给它画的好一点。这脸如果不好看的话，谁有兴趣往下画，对吧？把脸先细化一下。像素图伤不起啊。就大家可以试想一下，如果这张图脸都很丑，其他地方画的再优秀也没有用。有同学戴个面具，那你把你的照片发给我，我把你的脸做成面具给他戴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想想就让你很有快感？好，光影的话呢，我们来定一下，我来想一下这个脸的光从哪边开始打比较好看。从侧面打，有同学说，也是可以的。背光，也有说背光的，那我尽量吧，好吧。那我先从侧面打一个，然后再从背面打一个。从侧面打光的话，我就先把这一面全部压暗。你看，对吧？既然脸是一个侧光的话，那么身上所有地方这一面呢，都要画的暗一些啊。他就说背光不就一个边缘光吗？确实，背光基本上就是一个边缘光，但是它也有它的讲究。先把鼻子定好，对吧？然后鼻子的部分，它几乎不需要过渡，很硬。然后其他的部分呢，我们要过渡，稍微柔和一点。会有一些风的感觉，让它头发飘过来一些。感谢大家送的花。好，让它飘过来。好，这一步呢，我把角色和背景合到一起了。我这样一边画一边就可以用背景的颜色去修这张图。
画脸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，不要把它画歪了，对吧？就偏一点点仰视的角度啊，把眼睛的线要定好，这样不会画歪。而仰视的话，它的弧度，对吧？不能画成一根平的线，也不能这样画，对吧？好，先横向的线定好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眼距啊来定一下。好，定完这个之后，这个线可以把它擦掉了。我在认真听课，不要去讨论什么绘图板的问题了，对吧？这个大家私下可以有很多时间去讨论。我是看这张图好像是比较掉的眼睛，那我给它稍微改下来一点好了。好，它眼黑的部分来画出来。这同学说的很好，很像手办玩具的制作过程，慢慢雕刻出来，从一个雏形，对吧？然后逐渐的把一些细节给它找出来。就画素描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方法，对吧？打形的时候，从一个最大的框架，逐渐的细化，把里面的一些细节给找到，而不是一开始很多同学画的不好。为什么？所以画着这个形总是画不好看，原因就在于大家一开始呢就去画这个瞳孔或者画这个鼻子，画得很具体，但是整个框架都没有构建，就好像你要造一个房子，你连地基都没有打，你就已经为这个房子去挑选窗帘或者去选瓷砖了，对吧？这样是不好的，尤其对于初学者同学们来说，对吧？就如果大家以后画得很熟练的时候，那么你可以从一个局部开始画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一开始的时候，对吧？大家不应该这样。好，大概先画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呢，眼睛不要被这个头发遮挡住，留出来一些。眉毛要画出来，对吧？画成日系的这种图，如果没有眉毛的话，会很奇怪。虽然写实的，它的眉毛很可能会被刘海挡掉，对吧？好，画脸还有一个诀窍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画到这一步的时候，然后我要检验它的形，我就水平翻转来检查。头发后面呢，我记得是加了一个发包啊，对，在这边。